哎，别娜，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打生存游戏啊？啊，生存游戏？那不是拿着 BB 枪打打杀杀、破坏环境的活动吗？而且被 BB 弹打中不是很痛吗？还有，听说一把玩具枪动不动就要上万元，超级无敌贵耶。然后参加这种暴力的活动，好像很容易带坏小朋友呢。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好 ，stop， 听 ，stop。啊，事情并不像你想的这样哦。来，让我来给你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是生存游戏？请问你是从未打过生存游戏的萌新吗？你是否对这项活动充满热情与好奇，但却因为不了解或者是其他因素而迟迟不敢加入这个圈子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卡达班生存游戏频道。这次的影片，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所有想要加入生存游戏的萌新都曾遭遇过的6个问题。哎，别娜，我问你哦，你觉得生存游戏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应该类似真人版吃鸡的活动吧？哎，不错，有概念哦。生存游戏其实就是使用玩具枪去模拟军事对抗的团队休闲活动。不过，别娜，你知道生存游戏是起源于哪个国家吗？不清楚哎，应该是欧美国家吧，因为他们是可以合法持枪的。不是哦，生存游戏最早是起源于1970年代的日本，后来在1990年代才在欧美、台湾等地区变得流行起来。如今，在这些地区，甚至还有一些军事单位将生存游戏作为模拟对战训练的一环呢。啊？什么？居然是日本？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嘿嘿，不说你不知道，日本堪称第一把有意义的玩具枪，是由一位摄影师兼射击狂热者野田四郎自行透过改装模型枪而来的哦。这份商机后来被著名的 Tokyo Marui 玩具枪公司注意到，并率先推出具有电动马达系统的玩具电枪，这才使得生存游戏在日本蓬勃发展起来。可是等一下，生存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实不相瞒我觉得玩生存游戏最大的乐趣在于团队合作。这类游戏就跟多数的球类运动一样，非常强调团队作战。尽管有些人喜欢追求个人英雄主义，享受在场上独自作战与敌人对抗的刺激感，但我觉得团队合作才是打生存游戏的核心重点。透过和朋友们一同并肩作战，不仅会增进大家的革命情感，回到日常生活上，大家仍然是能互相支援的好伙伴。所以生存游戏就是一群拿着玩具枪的人去对抗另外一群拿着玩具枪的人互喷小白球的暴力游戏吗？这听起来超级危险的耶！你们不怕受伤？老实说，被 BB 弹打中确实会有点不舒服啊，而且有时候甚至还会破鼻流血。Oh my god！ 天哪，你们还玩得下去？哎呀，你也不要在那边穷紧张啊！我跟你说这些疼痛跟那种对抗非常剧烈的搏击运动比起来，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还有，我们都会要求想要下场参与游戏的玩家，一定要穿戴护目镜、护嘴以及面罩，才能够下场进行游戏。不过，如果你只佩戴护目镜，却不穿戴其他防护装备，就下场进行生存游戏对战，在这样的状态下被 BB 弹打中，肯定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是不是只要穿好防护装备，就能减缓被 BB 弹打中的不适感呢？对，没错。那这些装备会不会动辄就要好几万？会不会很贵啊？老实说，确实是有那么贵的装备啦。不过像我这种拉低全台湾平均薪资的社畜，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装备呢？那既然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就能玩生存游戏，那我是不是也要像你一样一次过买齐所有的装备，我才能下场体验游戏呢？哎呀，也不用这么麻烦啦。怎么说呢？如果你只是想要体验生存游戏，准备好最基本的护目镜、护嘴或面罩然后穿着便服，跟生存游戏场地或是亲朋好友租借大小枪，就可以直接下场进行游戏。小陈救我！不是这样，喂！要是你担心打中会很痛，那你就直接穿厚一点的衣服，同样也能够减缓被 BB 弹打中的不适感。这样，就打都没感觉的。这些花费前后可能甚至不到1000块。至于其他的装备，像是大小枪、护膝、腰带、战术背心、头盔、迷彩服等等，你可以等体验完之后
有兴趣想将这项休闲活动当作嗜好，长期地游玩下去，到时候再另外花时间慢慢地购买即可。那我如果想先买一把玩具枪呢？现在一把玩具枪要多少钱呢？如果在不考虑玩具枪的性能以及品牌的条件下，现在一把便宜的电动大枪，价格平均落在3000元左右。至于便宜的瓦斯小手枪，则平均落在2000元之间，甚至更低。如果资金充足，也记得替大小枪额外再购买至少2个备用弹夹，以免在作战的时候弹药不足。一般而言，电动大枪的多连弹夹价格平均都会落在750元左右，瓦斯小枪的弹夹则平均落在1000元左右。不过讲了那么多，我相信多数生存游戏新手玩家在初次采购玩具枪的时候，应该都会面临一个3难的选择。什么3难的选择啊？到底是买电动枪比较好，还是买瓦斯枪或者是空气狙击枪比较好呢？对耶，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扰。那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选择瓦斯大枪。你觉得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如果你是考虑实用性为主，并且会下场进行生存游戏对战，那我会建议大枪这一个部分直接采购电动枪就可以了。为什么啊？这是因为电动枪的射速非常稳定，不易受到环境温度变化的干扰，影响射速。此外，多数电动枪的多连弹夹弹容量都有上百发，让你能更专注在对战过程，减少更换弹夹的频率。至于瓦斯大枪和拉1打1的空气狙击枪，除了操作感十足之外，均无上述的优点。这2种玩具枪比较适合那些想挑战自我的生存游戏玩家使用。什么？走！原来如此，大枪比较适合用电动枪，那小手枪呢？是不是也要买电动枪呢？以实用性来说小手枪的部分，我会建议就以瓦斯枪为主就可以了。不过这边所提到的瓦斯小枪并不包含主人手枪哦。先不考虑射速上的问题，这种手枪的子弹数量通常只有6发，更换子弹又超级不方便，非常不适合新手使用。等一下，可是你刚才不是说电动枪比较稳定吗？而且也可以装比较多子弹，那为什么到小手枪反而要买瓦斯枪呢？其实电动小手枪超级容易故障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尽管电动手枪的射速非常稳定，适合在寒冷和高海拔的生存游戏场地使用，但由于手枪机构内部空间的限制，导致大多数电动手枪的零件在制成上都要微小化，进而削弱零件的抗压性，变得容易损坏。而且电动手枪的射速普遍较低，即便进行强化改装，难以达到电动大枪的标准射速，这并不符合台湾一般平地生存游戏场地的作战需求。相反的，瓦斯小手枪的射速虽然不稳定，容易受到环境温度影响，但是比起电动手枪，瓦斯手枪的射速较高，BB弹的飞行距离比较远，而且瓦斯小手枪在射击时有明显的后坐力，操作感十足，好携带，能帮助使用者在生存游戏场地上快速移动。说真的，如果你的手枪射击技巧非常的好，你甚至可以考虑不用购买大枪，直接以小手枪作为主武器来进行生存游戏对战。不过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观众，在进行生存游戏时，不要为了在游戏中获胜，刻意使用高射速的 CO2 左轮手枪、指压手枪或是震爆手枪。一旦使用任何可对玩家造成严重伤害的玩具枪，都会引发法律问题，需要承担起相关的责任哦。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不要拿12度下场，不要拿12度下场。我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哎，怎么还拿这个来？我下次不敢了。哎呦，听你这样一讲，我又觉得玩具枪是个危险的东西。玩具枪本来就很危险啊，
但是有一个前提哦，是不当地使用玩具枪。什么意思？玩具枪哦，理论上来说，就只能够在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来使用，例如自家内部，或是在生存游戏场地上，对着有穿着防护装备、同一射击对抗的生存游戏玩家进行使用。如果你故意对着窗口外面的车辆、行人进行射击，或是发生行车纠纷时，使用玩具枪进行要挟，甚至是为了耍帅，吸引其他人的目光，直接暴露玩具枪，行走在路上等等等等，都是属于不当使用玩具枪哦。然而，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强调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注意哦，是所有的东西，如果不当使用，都有可能会造成他人受伤。举例来说，如果你故意使用铅笔、圆规、三角板拿去戳人，对他人恶作剧，或者是使用棒球棍、高尔夫球杆当作打群架趁手的武器，这些错误的使用，会让原本看似无害的文具和运动器材，瞬间都变得非常危险而且致命。相反的，如果你只是用来书写或运动，那这些东西则是安全的哦。也是啦，像菜刀平常就在厨房里切菜，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厨具，但是如果拿来伤人的话呢，就非常的危险。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台湾的媒体和家长都喜欢把玩具枪说得那么危险呢？嘿嘿，跟你讲个笑话哦，我们的台湾媒体啊，就连之前孩童之间风靡的萝卜刀这种看似无害的塑料小玩具，都可以渲染得像是金刀一样危险恐怖呢。结果你知道吗？搞得一堆家长人心惶惶，生怕自己的小孩会因为碰到那个萝卜刀就跑去学坏，甚至在日后长大跑去干大事呢，你知道吗？这也太夸张了吧？那只不过是一个塑料小玩具。可是新闻标题不耸动，就没有人要看啊。此外，话说回来，多数记者和家长都不是生存游戏玩家，他们对这项休闲活动并不熟悉，也未曾认真花时间深入了解过。而且透过多数媒体不正确的描绘，强化了大众对玩具枪的负面印象，进而导致大部分的人看到玩具枪就觉得很危险。其中有许多人还天真地认为玩具枪是可以轻易地透过一般家庭工具改造成真枪呢。咦，不行吗？哦，这当然不可能啦！我跟你讲哦，我这个人啊，虽然对真枪不是很了解，也只是略懂，但是我用膝盖想都知道。一般的家庭工具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把玩具枪改造成真枪呢？好啦，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们姑且就退后个1万步来说好了。假设真的有人使用玩具枪的零件改造出一把能够激发火药子弹的真枪，但是这些玩具枪的零件原本的设计就是无法承受爆炸时的高压，请问到底是要怎么样拿来当做制式武器，对着路边的店家进行连续射击呢？这样想想也是，台湾的媒体有时候真的会误导人哎。可是即便如此，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家长都不明白为什么要玩生存游戏。生存游戏打得再好，对未来升学找工作都没有任何帮助啊。让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哦，像你很喜欢练健身操，雕塑体态，那你会因为练健身操对未来升学和找工作没帮助，就不去练吗？不会啊，健身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休闲运动。所以咯，说穿了，生存游戏就跟大家在假日会选择去游泳、打篮球等等之类的户外休闲活动一样，都是一种很健康的休闲活动。在游玩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需要趴下、蹲下、匍匐前进，甚至是冲刺。即使你正处于埋伏敌人的状态，也需要保持耐心。这样的游戏方式，不论是静态或动态，都有助于培养玩家的韧性和抗压性。它是一种很好的综合性运动。而且生存游戏的重点在于团队合作，不是怎么去伤害他人。做父母的不应该单方面受到媒体不当的渲染，一看到玩具枪就一直负面思考，搞得好像不管是谁一碰触到玩具枪就会立刻变身成坏人，破坏身边的人事物。So cute. 像你们男生有当过兵，那玩生存游戏会不会比较厉害呢？你是在说我们这些边扫地边开枪的义务役男生吗？
什么鬼？老实说我们男生在军中其实是有分很多单位的，不过大致上是可以简单区分为志愿役、义务役。其中有在特别训练作战技巧的单位，多半都是属于志愿役的单位，例如像是著名的志愿役海军陆战队、梁山特勤队，或者是后备3地连等等等等。这些单位完全不同于一般义务役的士兵，因此一般人是难以接触到的。即便你已经报名志愿役，也不是说想要加入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些单位去学习作战技巧呢。所以到头来，生存游戏想要打得好，还是必须靠自己去摸索咯。这是当然的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这就跟学游泳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单靠阅读的方式来学习游泳，自己却从不下水练习，是永远没有办法学会游泳的。所以玩生存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也是生存游戏枪队的一员，你可以在每次作战之后，提出那些进攻或防守不顺的过程，和队友们讨论，看看是否有更好的策略。这些讨论的过程非常的重要，也许无法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比起独自思考，团队讨论通常会更有效率，而且这些讨论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向心力，让大家更团结在一起，同时还能够训练到每个人沟通表达的能力。那除了这些好处之外，加入枪队又有什么好处呢？嘿嘿，关于这部分的内容，碍于影片时间长度的限制我们日后会再另外制作一集影片来详细介绍。好啦，这次关于生存游戏大哉问的影片就拍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老样子，在影片结束之前，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或者你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频道走得更长远。最后也特别感谢 JGW 丛林战场提供场地让我们进行拍摄。我是阿耀，我是 Vienna， 我们下次见，拜拜。